大家好，我已经离开中国2年多了，所以我这个发音已经很不标准了，不好意思。我先来个声明啊，我并不想用激烈或好战的语言，只是想尽量用客观理性的方式表达我的观点。中国正在迅速失去西方的朋友。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团最近访问新疆，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现在在西方呢，已经很难说服机构或个人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投入中国的事务了。很多机构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太难搞了，而声誉风险和对诚信的破坏就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这一次呢，普林斯顿大学因为其中一位学者的言论在社交媒体上遭到了舆论攻击，而且很可能很快也会出现在主流媒体的风口浪尖。后来也公开了一个细节，普林斯顿大学最初被告知是要参加一个访问行程，但直到最后一刻才被告知目的地是新疆。在当地的时候，当然也有地方媒体和国家级媒体全程跟拍啊、提问啊、安排采访。普林斯顿大学现在面临的所有争议都来自一个3分钟的视频。视频中，该学者称赞了多元化和不同文化可以和平共处，而视频经过剪辑后，配上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跳舞的画面。我想问中国国有媒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一个还在努力维护中美关系、保持联系的个人和机构呢？这个学者真的在中国待了那么久，难道最后就只讲了3分钟的赞美言论吗？当然不是。有受过相关教育的西方人都知道啊，在处理中国事务时，表达一个看法，通常要先说一些积极的内容，后面才能慢慢的把问题给带出来。但中国的国有媒体往往会把一些本来是公正客观、经过深思熟虑后以善意表达的评论进行剪辑，删除负面内容，只保留正面评价，让观众以为嘉宾只是在表扬中国。但现实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问题，我们也都知道新疆确实存在问题。中国这么大，这么复杂，各级政府和媒体水平参差不齐，有问题很正常嘛。看看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最有权力的国家，也照样有很多问题，不是吗？但至少目前为止，在美国，大家还是可以公开谈论这些问题的。他们会觉得，接受专业媒体采访时，大多数情况下自己的观点会被全面真实的呈现，而不是被剪成一段宣传片的。我真心的出于善意的建议是，请不要在上海那些努力维护中外联系，为了这些联系牺牲了个人时间和职业发展的好人。每一次你们这样做，都会让人更加犹豫是否继续合作，也会让人对像新疆这样的地方更加不信任的。最关键的是，这是对信任的破坏，也是对个人信誉的伤害。现在很多人问我，还值不值得学中文了解中国？我依然会说，值得呀。我们确实需要更多欧洲人去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但我也会补充说，请务必远离中国媒体，远离一切涉及中共的政治内容，不要接受采访，不要参与任何政治评论，哪怕你只是稍微感到一点点的不舒服，也要坚定地说不，并准备随时退出。经历了我经历的一切后，很多人都很惊讶，我竟然还会鼓励别人和中国保持接触。但老实说呢，我现在也开始重新思考自己的这个态度了。如果别人向我寻求建议的话呢，我也有责任提供一个真实、
工整的建议，不能让他们冒不必要的风险嘛。在我们西方，这叫做 duty of care， 是一种对他人的责任。所以拜托，请不要在伤害、操控或利用那些可能没有完全按照你的意愿思考或发言，但其实仍然在努力维系联系的人啊。我自己早就放弃了，但我真心希望中国能意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不然的话就真的来不及了。现在其实已经差不多了。好了，谢谢大家，感谢聆听，咱们下次再会。